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的根啊，在于胯。很多人认为啊，腿脚的根啊是在于我们的脚，其实错了啊。这个根啊就在于胯，也就是说，你的胯只要越好，你的腿脚啊就越有力气。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个试验，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你看是围绕着哪个地方去运动？是不是围绕着我们的胯？就像摆钟一样，这个腿啊摆动起来的时候，都是我们的胯在做一个转动。这个地方呢叫做大转子。所以呢，咱们很多朋友啊，你会发现年龄越大的人，他的这个腿啊越摆不开。他只要胯紧了，那么你的所谓的这个步伐就会变得很小。步伐一小，那么你腿上占比60%的这些大肌肉群，你就越来越用不上它。那么它慢慢的，你不用它嘛，它就慢慢的萎缩掉了。所以说，腿脚想要好，你先把我们的胯给打开。那么今天呢，咱们的视频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的胯部给打开。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把干货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去练。我们现在啊就开始讲解动作。咱们腿脚开胯的动作啊，并不难，其实非常简单啊。我们见过很多人在运动之前啊，喜欢把自己的胯这么转一转，对不对？这样往外转，很多是这样往外转的。但是你记住啊，我们如果想要把胯打开，我们一定要向内转。怎么向内转呢？先把你的脚点在你的外侧，脚尖点地，就像我这样，然后抬腿转向内侧，夹住，再往下，再回到原位，然后反方向再绕过来，开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你别看似很简单，你做的时候，整个这一块基本上都能锻炼得到。不信你把手放在这儿，你慢慢的把腿抬起来，再向内，再向下，你自己感受一下，再抬起来。再感受一下，你能感受到肌肉的发力。那么我们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你看，来1，跟着我练啊，来，腹部收紧，2、3，保持你腿部单腿的稳定性，4、5、6、7，啊，你看内外算一下。我们一共做8到10下为一组，就别做多啊，别做多。然后做的时候啊，大伟要提醒大家一下，刚开始练习的朋友们，很多人啊，他单脚站立啊是很吃力的。我们手扶着墙啊，换个角度看，手扶着墙，然后把这个动作摆好。这个裤子呢，你像我这裤子有点长啊，你做的时候啊，这裤子会影响到腿部的活动，所以呢，我把裤子往上提一些，这么去转，慢慢的快速打开。你在活动的时候开的是哪里？就是这儿。你手放这儿，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啊，你这个腹股沟这里会有肌肉明显的跳动出来。刚开始做你会感觉到累，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啊，这里慢慢的不做，他这里就锈了。那你在慢慢的做着做着打开了以后，这个动作做起来啊，这是如鱼得水，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畅快。而且你做完以后，把你的腿脚这么活动活动。你会发现打开起来啊非常舒服，然后你去走走路试试看，2个腿走起来的感觉啊是完全不一样。只要把我们的腿部的这个胯的根打开了，你会发现走起路来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感觉大伟的视频比较的好，对你有帮助，可以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你的一个小举动可能会帮助更多的人。同时一定要记得，没有关注、没有点赞的，一定要给咱们的视频点个关注、点个赞。我是大伟，谢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脚的根在于胯，腿脚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我们胯上的2根大筋给解开。为什么咱们说腿脚的根在于胯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用手先放在我们的胯部，把我们的脚这样来回的转一转，你能感受到里面一个凸起像小拳头一样的东西在顶着你的手掌，这个是什么？咱们称之为啊大转子。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啊，当我们在无论走路的时候还是跑步的时候，咱们很多人啊感觉腿沉的，都是由于什么呢？你的腿啊打不开啊，它不能完全的这么打开。你看整个腿在摆动的时候，围绕的轴心是哪里？都是在于我们的胯。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叫做腿脚的根部在于胯。想让你的腿脚好，腿脚有力气，首先把胯给打开，你的走路的这个幅度就大了，自然而然走的就有劲了。那么咱们大腿根部的这个胯怎么打开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今天带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做的感觉好的，咱们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接着我们来看动作。想要打开我们的胯，先要解开我们胯周这一圈的这个筋。很多朋友说这个筋怎么解开呢？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用手背啊这个地方啊去敲打就可以了。看好，站姿，腹部收紧，从我们的腹股沟慢慢的敲向两侧啊。从前到后，我们先去敲上一个10秒钟到20秒钟，就这么去敲，慢慢的你能感觉到酸酸的、溜溜的啊，有一阵小胀胀的，都是正常的。把它敲开。当你把这个地方给敲开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有的朋友们看好，我们把一个脚啊往外伸，脚尖点地，然后你看转，往内啊，一定要是往内这么转过来。你看这就叫转胯。你看来1。啊，方向不要转反，咱们很多人是这样转啊，这样转其实也可以，但是它不如这么转啊来的什么来的好，你自己做一做就知道了啊。来，你看1、2啊，抬的时候你看这个膝盖，你看往上顶着以后向内折，再这么转下来。在做的时候啊，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咱们很多朋友刚开始练的时候，手扶着墙，腹部收紧呢，这么去转，每天转10下。就能把我们的腿上这个胯给打开，胯打开了以后，你这个前后这么迈一迈，你会明显的感觉胯打开了啊，走起路来都轻松。然后我们那个脚也是一样，手扶着墙，腹部收紧，脚尖点地，提腿向内这么转，来1、2，转的时候啊，它其实也能带动咱们的腰部，就把这个动作练好。练好了以后，你会发现胯打开了，腿脚怎么样？它的力量源源不断的就出来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咱们左右腿啊，每天各转10下为1组，每天可以做上一个2组到3组。大家看完视频以后感觉好的，记得给视频点一个赞。没点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大伟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练胯又练腿，到老不受罪。大家听这个顺口溜是不是特别的顺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画个重点啊，就是说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我们的一个胯部。这个位置啊非常重要，也非常的特殊，就和我们上面讲的一样，我们的腿的根部啊就在于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胯部。这个位置为什么重要呢？大家看啊，我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跑步，是哪里在转？就是我们的一个髋关节。你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位置啊，你看腿只要摆动起来，都能感觉到我们的一个大转子啊在里面来回的摆动。那么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啊，他感觉腿脚没有力气啊，走路没有劲，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啊，其实大多数啊都是他的这个髋关节，你看摆动幅度啊一天比一天小，那么久而久之就会感觉这个腿部的力量啊不够了。为什么说这个胯是腿的根呢？还有一个隐藏的属性啊，就是我的这里，我的腹股沟啊，这个下面啊藏着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气血通道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是这里的一个总阀门，经常把胯给它打开，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血通道啊流向脚底的这个气血运行啊会越来越好，循环代谢也会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讲了这么多，胯部重要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它的一个原理。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怎么样把我们的胯部给打开，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这个动作啊收藏下来。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开始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啊非常简单，我先给大家演示一遍，然后把动作拆分开来给大家讲细节。动作怎么做呢？你看腿这样去摆，摆好以后，你看转胯。转完以后踢好，再回到原位，转胯踢啊，再来转胯踢啊。很多人看完以后说你这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简单嘛，但是呢，你们自己去做，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其实并不简单。好，现在我们来做动作的拆解啊。你看腿先往外，然后呢，这个时候注意啊，我的大腿啊要有一个微微的内旋，你看。把这个腿放外面，然后脚尖点地，大腿内旋。此时你会感觉这里我手指这一块有根筋扯着晃啊，这里呢其实就是大家紧的地方。小腹微微内收，然后呢开始怎么做呢？你看腿抬起来转啊转往外面转啊，转的时候呢，你看脚尖要勾着，勾上去到你的极限，哎，往外面转不动了，好怎么办呢？你看往下去踢。踢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啊，怎么去踢非常重要啊！你看，这个腿是往外，你看旋着往外，然后我们往内旋去踢，看这个脚尖的一个方向
往下踢的时候脚尖下压啊，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玄妙啊，就是我们做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把这里我刚刚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给它拉开了，同时呢，我们在转的时候打开了我们的胯，再往下踢的时候，促进了气血往下去走啊。所以这个动作我要如果不讲，你可能不会明白，就感觉这个动作很简单。我讲了以后，你们把这些细节知道了以后呢，自己去练起来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个动作，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做的时候啊，手一定要扶着墙。假设我这里啊是一堵墙，你扶着墙，你看，慢慢的把这个动作的感觉找到，往我们的前方啊去进行一个往下回旋的一个踢，脚尖点地啊，脚尖往下绷，然后回到原位，再来转踢啊，再来，你看转踢啊，就这样。你们做的时候，刚开始一定要扶着墙，不然的话，你的腿部不稳，很容易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就是身上在扭动。那么身上一扭动，你这个动作啊，就立马就乱套了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啊反复多看几遍啊，把这个细节给学到。那么你做完以后啊，活动一下腿，你看我的左腿没做，我的右腿做过，明显啊抬起来的时候，我的右腿啊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啊。我们一般左右腿都要做，一条腿啊做上一个30下到40下左右就够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一定要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我们的髋关节。髋关节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胯部啊，日常当中呢，很少人啊去重视它，因为大多数啊，我们首先身体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都是在我们的膝啊、我们的腰啊，而髋关节呢，一般来说啊，是很少有人出问题的。但是啊，这里要说一下，我们一般往往上了年纪以后啊，比如说啊40岁或者45岁以后，髋关节啊，很多人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人啊，他出现了，比如说走路的时候啊，明显感觉髋关节啊不够灵活了；也有的人呢，走路的时候髋关节这里啊，就感觉像生了锈一样，又沉重，有的时候这里还出现这种酸乏的感觉。还有的人呢，就是感觉整个下肢啊气血循环不太好。其实说白了，这个都和我们的胯有关系。为什么呢？其实我们要如果看我们的人体，就会发现啊，这个到这儿啊，到我们的胯部的时候，腿分开，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它是一个气血的一个中枢啊，它是一个中转站。那如果说你的胯部不太好，日常久坐又比较多，那我们的气血啊往下走的时候啊，就容易啊发生一些问题啊，气血循环达不到一个要求。所以很多人啊，在达到45岁啊、50岁以后啊，这个胯部一出问题了以后啊，下肢啊就不舒服，而且呢，走路啊也明显不灵活了。那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摇胯功。这个摇胯功啊，是既简单又能起到很好的对于我们下肢、对于我们全身的一个气血循环、代谢调节的一个作用，并且呢，可以疏通我们的肝经和胆经。这个动作啊非常的好，建议大家把它收藏下来，以后啊随时点开就能看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动作的具体方法。这个摇胯功呢，其实非常的简单。那么首先大家呢，就是先跟我做这个动作啊。为什么要先做这个动作呢？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啊，他其实啊没事的时候啊，特别是中老年人啊，喜欢做这个动作啊，把自己的臀部啊去摇一摇。但是呢，这个摇的时候啊，它其实对于我们疏通经络啊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摇胯功啊，就是在这个动作上面进行了改进。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站直了以后，把一条腿啊向斜前方，大家看啊，斜前方迈出去，然后腿呢做一个类似于啊半个弓箭步一样啊，就这样。然后我们再开始把刚刚做的那个摇胯再摇一下，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双侧的这个胯关节啊是锁死的，然后我们在摇胯，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两侧的肋部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腿的外侧啊，臀部，它都会有一个筋啊是紧绷的感觉。一般来说，你的胯部越紧张啊，这个筋的紧的感觉就会越明显。所以我们在这个动作之上呢，我们就是把胯部啊往前送，然后呢看扭动。往后拉啊，你看往后拉，这个腿就变直了，然后再来，1、2、3。我们在摇的时候啊，始终你要找到那个筋啊被紧绷着感觉，而且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啊，我们的越摇，哎，这个
气血流通就越明显。很多朋友啊，摇着摇着啊，就明显能感觉到啊，这个脚底啊发热，非常的舒服啊。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啊，就是去摇一个20下到30下左右啊。这个摇的时候的章法呢，我们一般推荐啊，就是像我的话是逆时针啊，就是说往内去摇啊。像这个脚就是逆时针往内去摇啊，那个脚也是一样的。你看我这个站直。腿往外，哎，打开一步，腿半个弓箭步，然后开始1，你看这个腿啊，它有一个屈膝和伸膝的动作，大家注意看2，你看伸3、4，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我的左腿摇起来啊，明显的比右腿啊轻松很多，证明什么呢？我的右腿啊，它是比较紧张的啊。5，啊，就这样去摇一个20下到30下啊，你要摇得过瘾的话，30下到50下也是完全可以的。6、7、8、9。10啊，就这样去摇啊，非常的舒服啊。我们日常啊就这样摇一摇，你的胯部怎么可能不好呢啊？经常去摇一摇啊，保证你到年纪大了以后啊，走路这个髋关节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摇胯功，非常的好。希望大家把视频收藏下来，并且呢给我们的视频下方点个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点播关注，每天都会分享最精彩、最实用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讲一下腿和髋关节。那么腿和髋关节啊，对于年纪越大的朋友啊，他是越有感触。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啊，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健步如飞，这个腿啊是非常的灵活。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往往年纪越大了以后啊，这个腿脚的灵活度啊下降的非常厉害。而且很多朋友啊，都会出现一些什么下肢畏寒啊、膝关节冷啊，甚至啊明显的感觉啊，这个血流往下肢走的这个运行的能力啊明显的下降，甚至有些中老年朋友嘛，出现这种髋关节疼痛啊，走路不敢，步子迈得太大，这个髋关节啊就总容易疼。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2个部位，第一个部位呢就是誉为人体第2心脏的小腿。小腿啊是非常的重要，那么里面有一个非常粗壮的一个这个动脉啊从里面穿行，那么我们每天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会受到我们肌肉的一个挤压，所以呢小腿啊一定要把它呵护好。第2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了，髋关节啊它比较粗壮，在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粗壮的结构啊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骨质越来越疏松，这个髋关节啊承受的怎么上升的体重就容易出现问题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既可以养护到小腿，又能保证我们髋关节的一个灵活度。中老年人平常练一练啊，对自己的身体啊、行动能力啊，或者我们下肢的一些气血不通的情况，都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啊。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做起来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咱们以拍和踢为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日常走路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看我的腿啊，走路的时候腿进行一个敲打啊。在敲打的时候啊，正好这个力量啊击打在我们小腿肚上面啊，给我们的血管和肌肉啊进行一个刺激，也有很好的放松作用啊。所以说我们连贯起来就怎么做呢？大家注意看啊，就是走路踢一下啊，然后踢一下，踢一下啊，踢一下啊。这里注意啊，就是踢的时候啊，咱们这个脚啊尽量往下去踢啊，不要踢得太上，踢得太上，做一个错误的演示，你踢到我们的膝关节。这里一踢，腿就会弯啊，这样会比较有危险。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啊，原地做啊，原地做怎么做呢？大家看一下啊，1、2、3啊，进行一个敲打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轻松，根本不费任何的力气。那同时呢，我们在敲打的时候还要配合一个什么呢？配合一个节奏，就是去敲打我们的髋关节。这里的敲打呢，咱们主要是以我们的手啊握拳，然后啊横向的像击鼓一样的啊，你看，1、2、3、4、5、6、7啊，非常的简单。换个角度给大家看啊，这个手还是依然啊敲我们的髋关节去敲击，然后呢，我们就原地的做啊，1、2、3、4啊，再换个角度，大家看一下，1、2，很有节奏，是不是？不是很快，也不是很乱啊，咱们就很有节奏的去做就可以了。啊，这样去敲。那么如果说你感觉敲的时候不舒服，那我们就在日常走路的时候，把这个踢腿的动作啊加入到这个散步的过程中，一边走啊一边散步，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可以很好的帮助你促进下肢的循环，同时在我们的腿在甩动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灵活到我们的髋关节。
在给髋关节进行敲打的时候，也可以放松我们髋关节周边的一些肌肉，对身体的健康可以说是能带来非常大的好处。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人的根在腿，腿的根在胯。可以说腿脚好坏全是取决于胯啊。胯是哪里呢？就是我的这里啊，这个位置就叫做髋关节，对吧？我们俗称胯。为什么说腿脚好坏全看胯呢？你看这个小玩偶就能给你答案。首先呢，你看我们这个腿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看到没有啊？它有个摆动的幅度。那么很多人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些的人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摆动幅度越来越小了，对不对？那么摆动幅度是哪里来的呢？全是靠我们髋关节里面有个大转子它转动你看，只要它转动的幅度越大，你走路迈的步子就越大，你运用的肌肉就越多，腿脚就越有力气，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走路的时候你这个胯打不开，那么你这个身上的肌肉能用到的就越少，你会感觉腿脚发沉，走路走不动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胯没打开。好，知道了这个胯的重要性以后呢，咱们再来讲两个动作这两个动作大家坚持去练，就能让你的胯打开。好了，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动作双脚脚心咱们把它并在一起，然后呢手把它你看这样把我们的脚尖这样一握住握住了以后呢，你看到没有？像这个小蝴蝶扑腾翅膀一样来回的把我们的这个腿往下。很多人他筋比较紧，他做起来是这样一个幅度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你只要尽你最大的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腿给它震动起来在这样动的时候呢，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个胯部给加强、给强化，同时呢还能拉开我们内侧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筋我们就这样去做。做的时候身子可以往前微微的俯身一点，侧面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你看，就这样很轻松，甚至往前每天都可以做一做。而且这样做了以后呢，你还会发现脚底会发热，是非常舒服的，就是这个温度从这儿一直往下传温度上升，非常的舒服这个整个腿上就暖暖和和的就这样，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做完以后呢，起来走走路，你会发现走路起来就轻松了不少，而且这个胯还特别灵活。好了，这个动作讲完了，咱们接下来讲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正步画圆，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双手叉腰，小腹收紧你看来，脚尖点地，往后绕一圈，再回，再往后，再回这个动作呢，我们也可以借助墙，你看手扶着墙，这样去做的话是更加的安全。你看来，往后。往前，往后，往前是不是像一个圆规就是像个圆规一样在绕？但是呢，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给大家讲一下，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个脚就是画圆的这只脚，它一定是我们大拇指这个脚尖点地大家看你这里去点地就不行了，一定要是我们顶上尖尖。然后把动作做慢一点，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你看这个腿你看往内一夹，夹到最里面。此时看我的脚此时看我的脚是哪里点地？大家看一下是哪里点地？是不是我的脚尖？我要如果这样，是不是错误的动作？是错误的但是很多人会犯这个动作，一旦是这样做，它感觉马上就变了一定要把脚立起来，脚尖点地它其实你在画圆的时候也是在帮你把这个筋给拉开来来，脚尖点地，对不对？你看，再绕，我每做的任何一个部位，大家看都是脚尖点地，都是脚尖点地。哪怕我是到后面，大家看，是不是也是脚尖点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你把它学会了，然后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圆规，好，然后就把这个腿往内来，慢慢的画到你最大的幅度，好，再往回，再来。咱们刚开始练习这个动作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手扶着墙，小腹收紧。好，来看，1、2就这样，3每天你去做上一个，左右腿各做一个20下到30下就可以了这两个动作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做，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腿完全不一样，走路更加轻松，而且腿还更有力气，而这个胯呢明显摆动的幅度变得更大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注我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点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